Hello，大家好，录制一款最新的线上课程。那么今天呢，我们会给它剪完以后，然后进行一下烫发的处理。好，那我们呢，这位模特的脸型呢稍微有点偏圆哈，所以呢我们两侧头发不能剪得太短。因为他的要求呢，他也希望这个头发好打理一点，所以呢我们一般情况下这种情况我们就会遇到给他做一下剪烫的处理。好，首先呢我们先把区域分好，我们这里有一个万能的分区我们从这个地方到我们的耳上分前后分开，分完以后我们先把后面搞定大家会看到。从视频里看到，你会发现它下面的这里呢，发际线比较靠下，然后这里呢旋也比较严重你看翘起来比较严重。然后它头型后头部呢是有一点点来宽的，所以我待会呢会用圆形走位，但是我不希望这两边的头发变得很短，但是我要把这里的量拿掉，所以我做了一个上下不连接，我分到枕骨点左右，因为我们不要剪得太短。好，首先第一步，我们先设定好整个头发的长度，快速的设定头发的长度。那这个头发长度我们肯定是在我们先设定的长一点，一般我们在发际线以下发际线以下3指左右。好。设定完以后，我们接下来开始修剪层次。这个头发呢，现在是没有层次，只是把长度定好。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让客人头微微的低一点点这个是一个颈背区，然后低一点以后，你看这里的发量很多。我们通常剪头发都会遇到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要用一个高堆积高堆积。这个时候微微的低一点点头，然后把角度拉起来。好，拉起来以后，我们要找到最下面的头发往上剪掉。你看这里就会变薄。好，第二片头发我们继续接近直立的分线。我们讲过了，这样的分线呢，流线可以往前推一点。好，头发梳出来。找到我们的导线，继续头发变薄，继续下一片。那到了这个转角的时候，你要记住，这地方的头发因为它是往上走的，如果剪不好，它很容易变短，所以剪这里的时候我们要往后带往后带，在这里向后拉发片，保留下面的长度继续向后带继续向后向上，向后呢是可以保留前面长度，向上是可以保留下面长度继续向后向上。向后向上这样我们就可以保留了下面这里的长度。保留这里长度以后当然这个上面呢会略微的有点重，这个时候我们再分一个斜后的，按照划分线分个斜后，把这里的角呢我们去掉一点这个角去掉点，这个时候这里的头发它就不会显得那么的厚重。好 ，OK， 这个时候大家看到左右对比一下，你看这里没有剪的它很重往下压这里呢头发是一种往上提的感觉，下面是收紧的状态。好，这样的层次就剪好了。接下来我们来修剪另外一侧，剪这边的时候呢它就要反手了，我们在剪的时候让客人头稍微这样歪一点，这样你好操控点，然后梳子平行与划分线梳出来，找到我们的导线，从下面开始歪一点，你看我们的手歪一点好，继续，再继续，这两片不需要完全往后带到了这个转角以后往后往上带到了这里往后往上带，向后向上，这里的头发向后向上梳干净。好，剪完以后这里的长度保留，然后接下来把这里的角把它梳上来，往上拉去上面的这个角这里剪掉它。剪完以后我们头发梳下来，我们现在保留了这里的长度，我们把下面给它修正一下。所以这里的旋很厉害，我们可以拿剪刀把这个小角呢去掉点，不要去的太多，你只是把那个翘的地方很厉害的地方去一下，让它顺一点这边也一样。好，这个时候我们下面剪完，接下来我们剪第二个区域，这个区域呢它是让我们这个头发整体看起来饱满的地方一个饱满的区域。好，那我们的比例呢我们会设定在我们会把这个比例设定在3:1左右，所以我们上面这里的长度呢我们会控制在一把梳子左右的长度在这里，在这个长度左右，这上面的在这我们先设定出来，通常这个长度呢都会产生一个3:1左右的比例。好，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找到它以后，我们先把它拉出来，角度低一点在这里找到它在这角度45度左右产生。当然我们这个切口剪的时候要剪成一个圆弧状的，因为头是圆的，切口是圆的，我们才能产生一个饱满的效果自然饱满的效果这样就落在上面饱满起来，它就不会显得很扁塌。然后呢你可以往上面再拉一点，去一下上面的这个小角。好，这样我们剪完了这一层，我们接下来剪第二层一点放射，找到我们的导线梳出来，从下面开始慢慢往上第3层继续第4层慢慢往上第5层，这个时候不能管下面的头发，我现在剪的我们就是上面的头发，跟下面没有关系，它就饱满起来落在上面。好，这个时候我们这边剪完以后，另外一侧同样的方式，找到导线，1梳干净，2 3好4
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剪完了我们的后面啊，这个时候我们看到饱满下面收紧的感觉，非常自然的效果。好，接下来我们剪完这里以后，我们来开始剪我们的前面的头发。好，前面头发我们把它一分为二，找到我们看好这个发量，如果我们不希望它太厚，我们往上分一点，一般我们分的点在凹凸点这里。好，分好它。分好以后，我们把这里的头发向后去梳，先梳到耳后，然后让客人头歪一点，或者低头，然后从后往前，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刀口对准的是我们的嘴角左右，从下往上去剪，这样我们获得一个向上的，然后落过来，这个时候前面会变长这样的一个底线。然后变完以后呢，这个头发会比较厚重然后再歪一点，我们再把这里呢剪掉点，鬓角嘛不要太长这个都剪完以后，我们开始去剪这个层次。我以鬓角的长度作为引导，先把头发拉出来，向前拉，向前拉以后找到我们最底下的头发作为引导，然后把所有头发往前拉。好，这时候剪完以后，我们呢这里就变得轻薄一点。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往上拉，向上拉起来。好，以我们这里的头发作为引导，把这里去掉，让我们这个侧面变得轻薄一点，没有那么厚重，轻一点。好，连接好。好，剪到这里以后，我们接下来开始剪另外一层，同样的效果，把它上下分开，从我们的退化。好，分到耳后，然后从后向上。好，这个时候我们梳下来，梳下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前面的头发修剪一下，然后开始向前提升，贴在皮肤上，然后头发拉出来，找到这个鬓角的长度，这个角度要平行。好，第一片一定要看好，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你要看这个与地面相平行，然后把所有头发都拉到一点。这里的长度有了，对吧？好，这样我们的底线我们就剪不到，然后再拉起来，拉高以后，好，这样我们就剪完了我们这里的头发，检查一下。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把上面的头发进行裁剪。现在这个上面的头发，它是一个整个头发里面非常关键的。上面头发我们先把它往后拉，看好我现在放在后面，你们能看清楚，要往后拉，然后找到这个延续往上去走，从下往上，切口是圆形的，圆弧状的，全部向后，全部向后，全部向后，找到下面的导线，他的头发很多。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开始把它剪一下刘海。好，因为你往后拉，前面头发会放长。好，我们接下来开始修剪我们的刘海。那刘海呢，我们设定在眉毛以下一点，不要太短。好，我们这样直立拉出，向前拉，在眉毛以下，先放长一点，方形修剪，继续向前拉。你这样分片剪的时候，你的角度要每片抬高一点，每片都要抬高一点。每片抬高。好，我们这样剪出一个这样的效果。好，这边同样的方式，
这边呢，大家能看到啊，我们抬高的角度。刚才呢，你能看到这个方向，接下来你能看到这个角度。第一片，慢慢的抬高，慢慢抬高。好，我们上面检查一下。因为要烫发，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结构要剪得很好。看一下这些比较长的漏网之鱼，修饰一下。那烫头发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进行打薄处理。好，然后这边再检查一下，这里慢慢往上。好，结构呢基本上我们就剪完了，一个形体已经出来。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通过把这个量感调整掉。调整完以后，然后烫完头发就会更加的柔和轻盈。好，我们现在给它再打薄一下。好，打薄的地方呢，我们还是一样，我们要找到它的枕骨点以下这个区域静态区。在打薄的时候，这个地方的发量大部分头发呢多一点，这里也会更多。在这个地方，我们从枕骨点往下分到我们的耳朵后面一半左右，然后从这里开始，剪刀无痕压剪。头发多你打到2到3下贴根。一定要把这里的量拿走，把它剪均匀了。这个地方打薄它不会乱也不会翘的，因为结构剪好了。打薄从根打它是不会改变什么的它只是改变这个头发的厚度。烫头发会让头发膨胀，但是这个地方我们也不需要去烫，但是我们要让它收得更紧，要不然它的脖子呢，你会发现剪短发为什么很多人到了一定的岁数喜欢剪短发，因为剪完短发以后，它会显得人很精神也会显得人呢很洋气。那剪不好了就会显得很老气，适得其反。但是大部分人都有一个经受的过程，尤其是长改短的时候，他会有点不适应。就像我们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天，对吧？突然到了夏天，假设突然夏天，你想一下，突然穿上很短的衣服，很凉快的衣服，肯定是有点不适应的，对吧？它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就好比今天我们在东北突然一下去到了广州那边，对吧？肯定是有些不适应的。但是慢慢的适应了，就习惯了这种感觉。好，我们上面头发我们要拿走一些发量，从这里靠根部抽走这个发量，越来越到发尾。从下面尽量避免过多的在发干上面打薄发尾要少打。耳后这里梳出来。鬓角这里呢一定要柔和。记住了我们在湿发的时候，如果头发很厚，干了以后会更厚。如果我们在湿发很厚，我们烫完以后，头发也会更厚的。尽量在打薄的时候，你一定要明白一个原理，就是我们尽可能的不要让这个头发的形体发生很大的变化，然后也不要让这个头发变得很毛躁，所以表面的头发呢尽量少做。然后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剪完以后，你看现在的状态就已经很自然了。其实你在做任何事情，它就像我们拿到一个材料，对吧？我们在做雕刻，我们怎么样把它雕刻的更好，配合它这张脸型，对吧？
打造这个自然的状态，而不是说我们在那里剪一顿剪，自己都没有概念，就像给你一支笔，然后你让你画一幅画出来，你又画不出来，对不对？你是一个发型师，作为客人来讲，他是想象不到的，他只能说我不能太短，我不要太短，对吧？这是他的想法。那作为我们来讲，我们要把他的想法和我能回归到实际情况当中，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的素材是头发啊，想要让它薄一点的地方就靠根部打。那哪里可以靠根部打？这下面这个地方肯定是可以靠根部打的，因为太厚重了肯定是不行。例如像鬓角这里啊，把它梳出来，靠根部打一下。耳后啊，这个地方啊，上面的头发啊，刘海的部分要保持表面的质感。你看我们在打的时候，表面是到了表面的时候不要打太多，打一半。烫头发的时候一定要有一把很好的牙剪，这个是你没有办法的。检查好，不要有那种很硬的线出来。好，那我们修剪呢，我们基本上 OK 了。接下来我们开始进行一下烫发的处理。好，我们今天呢也是塑形烫，所以呢我们卷的时候我们要控制好我们的卷度，烫卷了短发会显得很老气。那我们要塑形，让这个头发呢它自己吹干以后啊，也是一个很好的状态。然后呢，我们包上棉纸往上，你抹的药水的位置啊没有那么多，所以但是你可以卷到发根。这样的话呢，你在假设你要冲水上定型之前，这样的话也会怎么样呢？啊，也不会松掉的。然后在烫头发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角度要高一点，后面的角度呢就要逐渐的降低，否则你头发烫完就容易翘。啊，第二片每一片的厚度啊跟杠子差不多厚。啊，第二片角度我们在这个位置90度，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同样的还原切口，头发碎的时候呢，最好是拿2张棉纸，啊卷到发根。短发呢烫发基本上都是以塑形为主，因为你会发现很多人谁都不想老，也就是到了30岁以后啊，谁都不想过年了，因为过年就长大1岁。那谁剪头发都不想让自己变老，到店里面去是解决问题的。就比方说今天我们到店里去，我是希望我自己变得年轻一点出来的，而不是希望自己变老出来的。所以做头发也是一样的，所以很多人做头发过程当中他很害怕，他担心出来以后，对吧？最起码的不能说我变得有多年轻，但是我不能变老吧，是吧？我变得哪怕跟之前一样，做个保稳的也行啊。但是花的钱越多呢，人就想年轻的岁数就越多。就像我们今天我们花很多的钱，对吧？结果呢效果没有达到，肯定自己内心当中是接受不了的，因为又花了时间，又没有得到好的效果。
角度越来越低，不能越来越高。好，然后前面的头发，我们从这个杠子开始。刚才我们卷的是我们头顶往后一点，然后这里呢，我们在这里再卷一个。这个杠子都是角度要高一点的，它是头顶上面的，它是卷的位置啊，注意，这个你要计算好。抹药水呢，就相当于你今天烫个热烫，对吧？你要烫在什么位置，你就抹在什么位置。一般用冷烫的时候呢，其实跟热烫的原理是一样的，对吧？都是软化，只是呢，它们的操作的这个过程呢会有所差别。短发呢冷烫会更好一点。当然，如果遇到一些沙性发质、自然卷的发质，那还是热烫会好一点。就像你烫男士头，你烫个纹理，对吧？你是不是用冷烫的？有人说了它短呢，对，就是因为它头发短。但是你发现没有，你烫的冷烫，它的头发呢在造型的时候它很好造型因为它不是需要它有一个抱团的卷，也不是需要这个头发呢很生硬的感觉，需要它自然一点。所以冷烫是在烫短发里面非常可以的。那这个时候又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会说冷烫的收费标准和热烫的收费标准是不一样的其实你烫的是发型还有一个你烫这个冷烫你的时间也快。然后我现在烫这个头发，我们现在这个室内温度大概在20来度，所以呢我待会很快的我待会上杠子以后大概停放8分钟左右，然后我就开始上定型了定型5分钟左右我就开始拆杠子。当然这是我的操作好，也就是20分钟左右，我卷杠子如果我卷了15分钟，对吧？然后呢我的药水已经在抹的过程当中了，到前面刘海一定要记住角度要低一点。这个时候如果角度高的话，你就会发现很多时候容易翘起来，而且你抹的药水的位置要少一点。各位大家会发现在现在这么马上过年了，其实做头发最多的呢还是70后、80后的，90后呢做头发的不会那么的多过年的时候就是他说我要过年了，把头发搞搞。然后00后呢现在00后也已经成家立业了甚至都开始那什么生子了。00后来做头发的，他比这其他的呢更那什么，因为他从小的时候说句实在话，他不像我们这样那个时候那时候的经历就是做头发，现在他们呢就是平时都想做就做了，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所以他们的感觉对这个东西就不是很重视。好，然后两侧头发，这两侧头发一定要注意角度，千万不要高。一般烫头发就这两侧容易烫翘，所以抹的位置很关键，停放的时间也很关键。其实卷的就是标准杠。好，到了鬓角这里，这是2分区以下的头发，我直接一个杠子带一下就好了角度低一点，卷一下发尾，顺一下就好。这个地方千万不要多卷，你可以稍微立一点点。好，我们后面的头发。这一段过程其实也相当于我在把这个头发进行一下塑形整理。个人买的不是药水，个人买的是药水抹在头发以后创造出来的效果。所以呢，不是说你给它抹多少药水都是好的。你把药水全抹到头上面，对吧？烫的跟那个鸡窝一样那人家也不喜欢了。药水对客人来讲有没有价值？其实是没有价值，一点点价值都没有。因为对他来讲，对吧？他也拿药水回去也没有用，他自己也烫不了，就算能烫，也烫的也没有价值。好，继续。角度不要高，转角这种头发角度一定要低一点。
啊，下面这个杠子，因为是二分区不连接的，所以这个杠子没有必要卷太多，你抹药水要少抹。后面一定要梳透。如果你在烫发的时候，你没有考虑过你要抹到什么位置起到什么作用啊，出现在这里起到什么作用，基本上来说你平时很少拿电棒做造型。好，我们把药水把它的发际线的头发啊给它抹一下，贴服一点。好，我们这样自然停放呢，自然停放在8分钟左右，然后我们就开始上定型。好，那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已经到了，然后我们接下来给它上一下定型。那基本上呢，它这种头发的定型啊，你上完以后，你要立马把四周的头发给它拆掉啊。当然你也可以拆掉以后上定型，这都可以的，因为你本身你不需要太多的卷啊。当然了，年纪越大的人呢，你就正常操作啊，让定型时间稍微长一点点啊。一般呢，我们年纪轻的客人呢，我们尽量是烫型的时候不要给它定型太长时间。你看它已经有这个弧度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湿发的时候有点弧度，吹干以后呢，它这个弧度就更多更蓬啊，反而呢不好操控。那也可以，我们把它拆掉以后，我们在最后呢再给它上点定型啊，几分钟的时间，它的弧度就出来了。当然了，烫头发一定要记住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就是吹风机，一定要让客人自己把它吹干，千万不能自然的干，除非头发非常的少，你烫卷一点点。然后我们再把定型淋上去一些。他的头发比较多，比较厚，所以呢，我们尽可能的不要太多的卷。好，我们定型呢，我就等一下，然后我们待会就开始洗头了。好，我们这个头发呢已经把它洗完啊，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头发的发尾啊微微的卷度，接下来我们把它吹干。好，我们这个头发呢就是这样的大风扫干，我们立马能看到这个头发自然的状态就呈现出来啊，刘海呢也比较的自然啊，蓬松起来。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拿剪刀把它稍微的调整一下就可以了。好，我们把这个头发吹干以后，接下来我们要给它精修一下，然后拉出来，我们慢慢的往上抬高，慢慢的把这头发呢剪得更加匀称一点。它刚才头发是有一些毛躁的，但是我们烫完吹干以后，头发就不会这样毛躁了。慢慢往上。好，我们从低慢慢往上。慢慢向上。
记住像这种边沿呢，一定要给它剪得均匀一点。你要薄就一起薄，你要厚就一起厚。耳后这里的头发一般都很容易很厚重。好，基本上我们现在这个头发我们就 OK 了。接下来呢，我们给它做一下打一些精油，烫过的头发呢稍微打点东西就可以啊。这个头发呢，我们烫完以后吹干以后非常的自然啊，然后也很好打理。接下来我们稍微打点造型品，好，然后呢我们这个头发打点精油加上发蜡，稍微从下面往上打这一圈的头发。你要告诉你的客人，这个下面一定要压低一点。头发做完以后肯定是稍微要打理一下，它就像我们化妆一样，什么都不搞的话肯定是也有型，但是呢它的型不会太到位。那如果说我们把它稍微打点东西，感觉立马就不一样了。造型里面呢讲究的是3高4低，哪3高呢？头顶要高一点，脸侧高一点，后面高一点这样的3高4低呢，脸侧低一点，这两侧低一点。好，我们这样的一个剪烫的这样的一个视频效果，我们就展示出来。那完全没有去造型的成分，只是说剪完以后稍微的抓一下就可以了，那非常自然，非常柔和。好，那我们看一下最后的效果。